这边来看一下夏季末的公园服调整。首先的话是求生者这边对比赛热门角色教授进行了削弱，开局初始鳞片数量从原先的3个下调至1个，然后是对冷门角色律师的加强，现在每次打开地图所消耗的耐久从原先的 5% 下调至 4%。其次的话是要点击录新增效果，律师现在每移动18米会永久获得 0.2% 的移速加成，最多的话可以获得 5%，5% 的话也就是古董商装饰下的移速。其次的话还有就是每次翻页之前没有翻过的板窗，可以永久提升 1.5% 的板窗翻页速度，最多的话可以提升 12%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对放板速度的话是没有提升的。另外的话还有一点，就是如果是在使用地图的过程中进行移动或者翻页板窗时，以上所获得效率会翻倍。单论其中永久移速加成这一点，其监制能力的话可以说是有大幅的提升了。上线之后呢，会有不错的一个出场率。然后是监管者这边，先来看一下守夜人调整。首先的话是风域的最大风力从原先3米每秒下调至 2.7米每秒。虽然说对前期的一个追击速度多少有些影响，但是其实还是能玩的。其次的话是对冲刺的最远距离削弱，从原先 21.87 米降低至 17.5 米。这个对狙击拦截以及赶路的话有较大的影响，所以作为弥补，优化了位移过程中的一个转向灵敏度。另外还有就是增加了部分可以进行风域掌控切换的状态，可能是像板窗交互过程中，亦或是铅气球状态下的话可以进行切换风域。另外还有就是版本强势的另一个监管者歌剧演员，并没有在此次一个夏季末的调整中。然后下一个监管者的话是蜡像师，向四周建设蜡油持续时间的话缩短至 0.5 秒。这个可能就要看被建设求生者或者是场景组件，如果身上原先就有蜡油的话，那么依旧还是会存在12秒的。如果原先没有蜡油的话，那么蜡油会在 0.5 秒之后清除。然后就是缩短了蜡油一个抬手前摇动作时长，这个对于热蜡双刀的成功率会有不错的提升。然后就是对冷门角色厂长的一个加强，移速的话从原先第3梯队提升至第2梯队，搭配追猎或者是卡木炭双刀的话会有更加不错的效果。另外移速提升的话，对羽偶互换后的加速也会有不错提升。然后就是增加了长按选择木炭追击目标的东西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在追击过程中更换目标呢。最后还有就是对木炭行动时间调整，木炭释放之后的一个行动时间从原先 3.5 秒下调至 2.5 秒。如果是在有求生者的狂欢之雨附近释放木炭的话，木炭的行动时间则是从原先 3.5 秒上调至 4.5 秒，也就是削弱了厂长的一个手势能力。最后还有就是对噩梦的调整，踩板所需时间减小 0.2 秒，然后是前期凝视所需时间从 2.5 秒降低至 1.8 秒。此外就是标记的时间从35秒上调至45秒，前期的一个追击速度可以说是有大幅的提升。相应的出2阶之后的凝视所需时间则是从 0.5 秒上调至 0.7 秒，整体上的话还是加强了不少的。最后的话就是区域之选的段位要求将下调至殿堂级排位，不过7阶以下的话依旧是可以4黑的。最后就是和啦啦队员一样，将在下周一21号的时候上线公园服。好了，以上的话就本期视频内容，我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